在印度学者的眼里，印度股市能超越香港，主要靠的是诈骗，而且印度的金融诈骗犯还一度成为了稳定印度资本市场的定海神针。去年年底啊，印度股市对散户非常友好的声音一下就多了起来，大家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关键是印度人自己都不信啊。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印度教授Ashoka Mody 就说了，印度金融市场的文化基因就是诈骗，而且他的矛头直指新德里，详细揭露了印度政府才是印度资本市场里最大的庄家。果然应了那句话，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吃苦肯定不能成为人上人，得是人。那么咱们今天就以Ashoka教授的这篇文章作为时间轴，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咱们再补上相对应的时代背景，配合上国内外的多篇研报和资料，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印度资本市场的文化内核是诈骗，为什么这样的市场涨幅却遥遥领先，外资是怎么看待印度市场的。先点赞收藏，因为有的内容可能会比较烧脑。冷战时期，印度偏向于东方阵营，结果1985年东欧奏响了巨变的前奏，这直接就带崩了印度的出口。而另一边，印度的进口额却不降反增，这就让它陷入了双重赤字的危机当中，一个是贸易赤字，另一个是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快速增长，短期只能靠借钱找补，于是印度的内债开始了高速积累。1980年，印度的内债只占到了 GDP 的35%，但到1990年的时候，已经快速飙升到了53%。此时，印度的外汇储备已经见底，甚至撑不过3个礼拜。结果，1990年3月，离奇的一幕出现了。虽然印度正处于破产边缘，外资都在准备逃跑，结果印度的股市却开始逆势上涨，这就让背后的护盘侠愈发神秘了起来。但这老话说得好啊，诈富不知心受，用诈贫难改旧家风。暴发户的钱包就是行走的肉喇叭，因此所有的印度媒体都在等着这只神秘的肉喇叭引吭高歌。很快，一个名叫哈萨德梅塔的中年人突然从老破小搬进了海景房。所有记者一看啊，这座豪宅的配置远远超过了当时大多数印度富豪的想象，面积高达1400平米，泳池都只是标配，里头甚至还有一个9洞的高尔夫球场。豪宅就得配豪车，这个名叫哈萨德的中年人又买了不少拉风的日系车，有雷克萨斯的 LS400、丰田的 Sela 和卡罗拉。当时的印度富人大都只在杂志上见过这些车子，毫无疑问，哈萨德就是这场离奇上涨背后的护盘侠。这样的招摇很快引来了媒体的关注，不少媒体说他是股市里的大公牛，吹起了炒股不跟哈萨德便是神仙也枉然，大有追赶解放南的势头。但更多记者心中有一个疑问，哈萨德能叼得住大盘，靠的肯定是钱而不是嘴，所以他这么多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把这个问题调查了底朝天的就是印度时报的女记者苏切塔·达拉尔。苏切塔经过调查后发现啊，哈萨德原先只是一个底层的金融民工，他的钱全是靠诈骗居民存款搞来的。还记得咱们前面说到过的时代背景吗？就是印度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内债。但其实印度当时自己也清楚，自己的信用那是一批屌糟，债券难卖的一批。所以新德里就给所有银行下了死命令，每家银行必须认购一定比例的政府债券，并且定期检查。本身这个逻辑倒也合理，不少国家都这么干，但是新德里实在是要的太多了。美国媒体 CNBC 事后统计啊，当时印度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向里头最大头的就是缴纳存款准备金和购买政府债券，占到了 63.5%， 收益非常的低。另外 14.6% 要优先放贷给优先部门，而这个所谓的优先部门啊，其实指的是优先暴雷，因为当时的放贷对象不少是低种姓拾荒者和破产农民，婆罗门只当他们是妈喽，而只有剩下 21.9% 的存款才能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那也就是说，当时印度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很不合理，风险大，收益低。政策制定的不合理，大家平日里就只能违规经营，降低政府债券的配置比例，挪用资金搞商业贷款，到了检查日再从别的银行借债券。这听起来啊，就有点像印度版的天下粮仓。就好比说，过几天印度的监管要去 A 银行了，那么 A 银行就会带着押金找到 B 银行去融券，应付完检查之后 ，A 银行再把债券还给 B 银行，同时支付一笔利息。渐渐的，这些印度银行就觉得每次都要把债券挪来挪去，可真是太麻烦了，不但耗人力、耗仓储、耗运输，而且你说到时候中间少了几张票，谁说得清楚啊？于是他们就开始用起了银行回单来交易，也就是 bank receipt。咱们还是拿前面的例子来说啊 ，B 银行它手上不是有券吗？它就可以先开一张银行回单，等 A 银行拿着押金来借就 OK 了，两家银行之间不发生债券的实质交割，期限呢是15天。这个关系听起来啊，就有点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时候美元还是黄金的代金券。
但在印度，高端的骗局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手法，再高端点的骗局也只需要再拉上一群婆罗门。哈萨德深谙此道。1986年前后，他对 B 银行说：“反正你们银行要的是增加收益，那你把银行回单给我，我给你更高的利息不就得了吗？”然后他就拿着 B 银行的回单找到了 A 银行，把 A 银行的押金揣在自己口袋里。根据回单的期限，这笔钱他可以用15天。于是，为了赚取高于回单利息的收益，哈萨德就把目光盯向了机会更多的地方——股市。随后，一场脱离宏观基本面的股市狂欢就此展开。1990年5月，也就是印度股市被离奇暴拉后才过去了2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开始放风，印度股市繁荣有效对冲了外币储备见底的风险，这属于是公开唱多了呀。8月，花旗银行的印度分析师也对印度的前景乐观了起来，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已经成熟。都说3根大阳线改变信仰，外资唱多更让信仰坚挺异常。但印度股民不知道的是，拉出3根大阳线的资金其实是哈萨德从银行骗来的，本质上是股民们自己的存款。而唱多印度的花旗银行其实就是这场骗局的发起人之一。这等于是婆罗门和杨大人联手盯上了所有人的钱包，而哈萨德只是被人推到台前的审议师。但哈萨德没有审议时的智慧，不愿意喝白水，穿粗布衣服，最终由于过于招摇而被媒体盯上。而且记者们发现了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现象，那就是当时印度的银行回单其实早已超发，远远超过了其对应的政府债券余额。因为市场上不但有最基础的债券的回单，甚至还出现了让你以为有债券的回单、回单的回单、回单的回单的回单。戴高乐可以发现美国脱钩黄金发美元，那么发现印度脱钩债券发回单，自然也并非难事。但哈萨德这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早已来临，而是开始变本加厉地操纵市场。1991年，印度联合水泥的股价只有350卢比，到1992年2月已经被拉到了4500卢比。相应的，印度的 Sensex 指数也从1000点涨到了2300点。随后2个月里，哈萨德又把联合水泥的股价暴拉到了11500卢比，大盘也相应从2300点暴涨到了4500点。苏切塔再也看不下去了，就在1992年4月把骗局曝光。当时哈萨德已经从银行骗走了400亿卢比了，相当于今天的39亿美金。杨金水说得好啊，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4两重，可要上了秤1000斤都打不住。印度股民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心中的股神其实是在拿自己的存款帮自己信仰充值。于是，印度股市开始了信仰之跃，指数只用了1年就蒸发掉了一半。这正应了亚索冈个觉悟，纽约的帝国大厦底下跑到屋顶要1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大量股民一朝返贫，但哈萨德只被判了5年有期，并处罚金25000卢比。是的，你没听错，诈骗400亿，却只罚了25000块，自罚3倍的态度，甚至连演都不演一下，因为这事儿你没法拿到台面上说。咱们看啊，参与了这场骗局的天龙人都有哪些呢？像美国银行、花旗银行、运通银行、渣打银行这些外资银行自不必多说，他们都是诈骗的发起人。印度的政客、实业家、央行行长等等都是背后的印度内鬼。他们其实早在1986年就知道了哈萨德搞的这套小把戏，但他们早就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时任印度央行的行长说，当时印度的外汇形势相当严峻，我们只能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依赖外资银行的贷款和信贷。不过，这些官员其实并不是牵扯其中的最高级别。哈萨德觉得给自己的量刑过重，于是就开了一个听证会，当场指认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奥收了自己1000万卢比的贿赂，答应会给自己保释，并展示了当时行贿用的手提箱。我们倒不用纠结，你都拿这么多钱去行贿了，怎么最后还要把手提箱给带回来？只是我不禁想起了某人曾经写过的一句话：总舵主还没有出来，说明背后的账还没算清，或者说他不愿意背叛背后的天龙人。哈萨德缺乏这样的隐忍，最终在2001年12月31日突发心脏病死于狱中，年仅46岁。但他却给印度资本市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那就是贪婪即美德，想发财你得不择手段。